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PCB 超版的这个教程。正巧今天接了一单 PCB 克隆的订单，这就顺带录个视频教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克隆 PCB 的整个过程。首先，我们会让客户将这个 PCB 版的这个实物给我们寄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将这个 PCB 上的这个器件给它取下来。此时需要注意，不要着急的打磨，因为 PCB 的这个正反面，我们还需要将它的图片保留下来。这里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并没有拍下来啊。然后我们再像这样对 PCB 进行一个打磨的操作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将 PCB 的正反面的滤油磨掉，这样的话，这个 PCB 内部的走线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就像这样。然后我们再将图片导入到 PS 软件里面进行简单的处理一下。主要的处理工作就是对图片进行一个裁剪啊、摆正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现在是歪着的，因为拍照的时候图片是随意摆放的，就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图片摆正。摆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将图片进行裁剪。就像这样，这样的话，一张图片我们就做好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将背面 PCB 的背面这张图片导进来，我们也是做同样的操作，将它摆正，然后裁剪。但是背面这张图片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这张图片是需要镜像的。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是图片是朝上，我们镜头是对着图片拍的，拍到的是图片的背面。而我们做 PCB 设计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通过这个正面透过这个 PCB 板看到这个 PCB 的背面的。所以呢，这个 PCB 的这个背面是需要做镜像处理的。我们将 PCB 图片处理好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将这个图片跟第一张图片进行重叠。这么设计呢，主要是保证它这个过孔，就是我们的过孔是从顶层打到底层的，我们的过孔是必须要重合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进行简单的处理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处理这个打磨后的这个 PCB， 同样还是要将这个 PCB 先摆正一下。我们将这个图片摆正一下，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裁剪工作，然后再重复之前的工作，将这个图片跟这个前面两张图片进行一个重合的操作。像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按照我前面的这个技巧，将这个图片的这个透明度降低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张图片。这是最后一张图片了，将这张图片也是先进行摆正，然后再裁剪，最后再去做一个重合的一个操作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4张图片就处理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将图片导出为
JPEG 格式，记得命名好。顶层呢，我们就命名为 Top-S。处理好的图片呢，我们会导入到这个克隆的软件里面，就是一个临摹的软件。这里我们先放一个过孔，我们在顶层放一个过孔，然后我们回到底层，我们再放第二个过孔，第三个过孔。我们放3个过孔的目的主要是对这个图片进行定位。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其实是有所偏移的，就是顶层的图片和底层的图片，它并不在同一个重合的位置，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微调的一个操作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孔与孔之间的重合。虽然我们之前在 PS 里面操作了一遍，但是那里的操作导入到这边软件之后，还是会出现一点问题，还是需要微调一下，将4张图片都调整一下，保证它们的重合度。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偏离的比较严重，调整好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很接近了。OK， 就这样，我们的图片就处理完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了。首先，我们先针对这个电阻创建一个封装，这个电阻是0603的电阻。然后我们创建好了这个封装之后，我们就复制粘贴，摆放它的位置。那么我们把这个0603的这个电阻都对准了这个位置进行摆放好就行了。这个板子的0603的这个电阻的话，用的还是比较多的，光是摆放这些电阻都需要一些时间。就这样对着图片将这个电阻摆放好。OK， 我们看到基本上电阻都摆放好了。现在我们再做一个封装，做这个0603的这个电容的封装。同样，我们也是创建好这个封装之后，也是跟之前一样，对着这个位置进行摆放就 OK 了。后面的这个操作呢，基本上都是重复的操作了，可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体力劳动。PCB 克隆这行是大钱是挣不到的，只能挣点饭钱。
你像这个 PCB 的克隆订单的话，就是属于比较简单的那种了。这是一个2层板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有客户问我，这个 PCB 的这个克隆能保证100%的成功率吗？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，因为像这样临摹，你说保证它100%成功的话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主要还是看这个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。因为你看这里这么多器件，这么多线，只要有一处错了，那克隆出来的 PCB 肯定也是有点问题的。所以说，你说要保证100%的成功率吧，这个基本上很难做到，因为电脑也会犯错，机器都会犯错，是吧？连这个基因的复制都会犯错，所以说保证100%的成功率是比较困难的，95%以上还是可以的，只能说要在设计的时候要足够细心，多检查检查吧。如果出了问题的话，后面对这个 PCB 再进行复查修改，只能说保证到这种程度，给你保证这个售后的问题，没有办法保证它成功率的100%啊。只能说我们设计完之后，你拿去生产，打一个样板，测试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发现它有问题了，哪里出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复查、去修改、去查找。好 ，OK， 确定了没有问题，确定找到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再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修改。当然，这个发出去之前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件发给你，你也可以对着这个图片，对着我们这个拍好的这个处理好的这个图片进行一次检查。其实基本上我们把文件设计好发给你之后，我们都是检查过了的。除非实在是不小心有哪个地方没检查到出错了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个不小心导致的这个错误啊。一般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，除非板子实在是太复杂了，上面的元素太多了，器件非常多，层数也很多比如说4层6层是吧，8层10层，然后器件几百个，器件400个500个这种太复杂了，它就容易出错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细心检查，基本上出了问题基本上查一下基本上都是 OK 的，都是体力活。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做封装。这里是一个排座的一个封装这个视频我打算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是这个布局，封装布局。第2部分呢就是这个走线，走线的这个根据看这个板子的这个规模，这个走线的工作量也挺大的。